前男友投江自杀前，把仅剩的6万块转给我。他死后，我把钱全部还给他父亲。他姐姐却拿着我的隐私，趁机勒索我：你害死了我弟弟，必须给赔偿我。我不愿意妥协，于是他精心策划网暴我，结果最后被网暴的成了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害死了我弟弟，必须给我赔偿。耳边尖锐的声音逐渐清晰，我大叫一声，猛地把手机丢在地上。刚刚撕心裂肺的剧痛如潮水般顷刻消失，我喘着粗气，地板上的手机还不断传出张家尖锐刺耳的声音：堂珠，你别以为发疯就能让我放过你，要么赔钱，要么等着被网暴吧。我怔怔地站在原地，突然意识到我重生了。张家是前男友张旭的姐姐，上一世我和张旭恋爱，分分合合很多次，两人也见过双方家长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可前段时间我们又吵了一次，这一次我心有些累了，跟他说我们都冷静一下吧，便转身离开。过了几天，他在微信上发分手的消息，还在支付宝上赚了6万块钱后把我拉黑。我又气又伤心，我不要你的钱，你自己存起来，好好为自己打算。他没再回我。再次得知他的消息是他投江自杀的消息，我很崩溃，不明白怎么吵了一架，两人就阴阳永隔。深夜里，我熬红了眼，在朋友圈上写下你能不能永远也别离开我。可再怎么痛苦，他也回不来了。在张旭死后的第1天，他爸打来电话，我儿子死前给你转了6万，开店时赚了7万，这是他的钱，你把钱还给我。手机里的声音冷冰冰的，全然不像是刚死了儿子的父亲。我精神恍惚，把钱转给他，可紧接着张家的电话到了：堂珠，你就是个捞女，卷走我弟弟那么多钱，给我爸那3瓜2枣就想打发人了。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我无奈苦笑，我和你弟弟是正常恋爱，经济上有来往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花过他的，他也花过我的。如果恋爱期间的花销在你眼里算是被卷走的话，那我算好转给你。他连忙接话：算你识相，我早就算好了，一共50万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根本没这么多，你这是敲诈！他尖叫：是你害死了我弟弟，给多少钱都是应该的。我告诉你，这50万是给我的，还有我妈和我妹的那2份呢。我只觉得他很荒谬，拒绝他。随即手机里便传来无尽的谩骂和诅咒。我默默地听完，即使我悲痛张旭的离开，也不能同意他的敲诈。有了第1次，就会有第2次，他会拿着这个借口永无止境要我赔偿。可在我拒绝后，他就在网上引导舆论网暴我。上一世我拒绝张家的第3天，刚去上小学的妹妹便哭着回家，呜呜呜，姐姐，同学打我，说我以后也会是个捞女，骗子，不配和他们在一起学习。我又气又心疼地抱住妹妹，还未来得及问发生了什么，出去买菜的妈妈一身狼狈回来，菜也没买到，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端端被人泼脏水砸烂菜篮子。爸爸也唉声叹气地回家，说刚被老板辞退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张家截取我和张旭的聊天记录，断章取义说我操纵他弟弟捞了很多钱，钱到手了便拍拍屁股走人，他弟弟人财两空，绝望之下跳江自杀身亡。我弟弟起早贪黑打游戏，外卖都舍不得点，就是为了给他转钱。张家声泪俱下，晒出张旭一段时间的外卖记录。
可事实上是张旭觉得自己整天打游戏太胖了，要节食减肥。我也劝过他不要因为减肥不吃饭。恋爱时候怕我弟弟把钱花在我家人身上，还把我弟弟的钱都花掉。爸妈看到这也问我是不是真的，我忍住心里的委屈，我没有。是张旭说被家里人伤害过，不相信他们。视频里张家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泪眼婆娑，大声呐喊：我要勇敢站出来，为我弟弟讨回一个公道。评论里的人一边辱骂我，一边称赞她是个好姐姐，是追求正义的化身。这个视频也经过一晚上发酵，登上热搜，所有网友都怒了。一场浩大而疯狂的网暴席卷而来，不仅摧毁了我，也摧毁了我家人的生活。他们人肉出我家里人的信息，以维护纯爱战士的名义疯狂伤害我的家人。手机里的软件一夜之间发来无尽的辱骂和恐吓。我和张旭一起开的店铺被偏激的网友砸掉，贴上不堪入目的辱骂纸条，甚至网上有人放出愿意出1000万买捞女的命、缅甸结款的恐吓。一时间，我成了全网唾弃的捞女铺的骗子渣女。我全家人不敢出去，点外卖一看地址也没人接单，只能靠亲戚照顾。我病了，爸妈乔装打扮带我去看心理医生。医生让我不要看手机，不要在意网上的言论，可我控制不住自己。精神恍惚中，我爬上顶楼，一跃而下。再次醒来，我回到了张家打电话要钱的那一天，听着张家漫天要价的威胁，我果断挂断电话。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都不会向这个贪婪的女人低头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逃避，我会举起法律的武器，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。我把张家的勒索告诉爸妈，让爸妈和妹妹请假，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出门。被冲昏头脑的键盘侠不会在意事情的真相，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相信的。为了家人的安全，只能委屈他们先待在家里。一如上一世，张家还是在网上发了视频，引导网友网暴我。捞女把人钱骗完，逼人自杀，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？去死吧！捞女一家全都得死，渣女等着，爷爷已经在来的路上，要多少钱开个价也不晚死你。再次翻看视频下的评论，我心平气和，直到有一个账号把我和家人的联系方式、工作和家庭地址发出来。我截图，看到网红博主斥责辱骂我，我下载好视频，想到上一世爸爸看了网上的辱骂言论，被气得血压飙升，差点住进医院。我急忙把他和妈妈手机上的软件全部删除，拦截陌生人电话。这时闺蜜打电话过来，张家那贱人想红想疯了吧？闺蜜也一直都知道我和张旭的情况，骂了句张家后，问我一家人要不要去他家先住下。我家现在住的小区管得不太严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。想到上一世门口时不时被敲门、丢垃圾和死虫子，我感激他关键时刻冒着风险收留我和家人。没事，你报个警就真相大白了，不要太把网上的人当回事儿。听了这话，我差点哭出来。上一世我就没听进去他的话，陷入魔障中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定下心神，处理好手中的证据，劝说爸妈先跟我去避避风头。他们一开始不愿意，觉得现在法治社会，网友们不会这么疯狂。可当天夜里就开始有人按门铃敲门了，从门上猫眼去看，又没发现有人在外面。早上起来发现门口被丢垃圾，臭气冲天，他们被吓坏了，立马同意先搬出去避风头。
闺蜜开车过来接我们，我感动得无以言表，只能暗暗下定决心找机会报答她。我还没来得及找好律师起诉张家，他却在网上直播，又开始新一轮的卖惨。这时他的账号已经从200多个粉丝快速涨到200多万粉丝。我弟弟从小就很懂事，刚成年就学会自己赚钱了，可这些钱都被他以恋爱的名义骗去。早知道我就管着他，说不定我弟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。他哭哭啼啼，说自己多么爱弟弟，甚至截图我之前发的那条"你能不能永远别离开我"的朋友圈，说我早就出轨。直播间网友们疯狂评论，一边倒的辱骂我，但也有小部分人说未知事情全貌，不要轻易下定论。其中一人质问，为什么弟弟死了，姐姐还化着精致的妆？她脸色有一瞬的不自然，却又理直气壮地说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作为亲姐会拿亲弟弟的死亡开玩笑吗？说着拿出了一张死亡通知。网友们更相信他的话了，直播间的礼物刷得飞起，心疼弟弟，刷点小礼物给弟弟买点吃的吧，虽然他再也吃不到了。+1，弟弟生前最喜欢肯德基汉堡，这些礼物拿去吧，我也给这个痴情的男人刷一杯奶茶钱。满屏的心疼，满屏的礼物，掩盖住张家的脸。谢谢大家，不过他已经不在了，你们不要再刷了。说着又哭哭啼啼起来。等到直播的尾声，张家擦干眼泪，信誓旦旦地说，就算他之后来求原谅，我们一家人也绝不会和解。他一生都是我张家的敌人。我冷笑，希望你到了警局的时候也能这么硬气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我站在房门口，听着爸妈和妹妹的呼吸声，刚被张家激起的怒气又慢慢平复下来，眼前一片黑暗。可只要我坚持到天明，太阳终究会照亮一切。舆论发酵的第5天，我去警局报案，张家一家人被传唤过来。他见到我就疯了扑过来，被人拦着，还大喊大叫，贱人，你害死了我弟弟，还有脸告我侵犯隐私？这些都是事实。我面无表情，我有没有害死你弟弟，警方会调查清楚，但你侵犯我全家人的隐私是事实。张家妹妹忍不住站出来，你花了我哥那么多钱，这是事实。我嗤笑，谁家情侣谈恋爱不花钱？他们也只能看到张旭为我花的，看不到我给张旭花的。我也不辩驳，但为了和这贪婪的一家人划清界限，我当即清点好恋爱期间的所有花销，不论是2人一起花的、特殊日子转账的，还是他送我的礼物，我全部折现算出来。他不依不挠，怎么可能就这么点？我要告他，他诈骗我弟弟的钱，他该赔偿更多。张家一哭二闹，工作人员警告他不得喧哗，很快就给出结果，不予立案。他不可置信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堂珠他买通。剩下的话他不敢说出来，因为工作人员已经又一次眼神警告。后面经过调查，张家确实侵犯隐私和网络造谣，买稿子、买流量，大号怀念弟弟，造谣我骗钱，恋爱期间出轨，小号发布我家的隐私，让网友线下狙击我和家人，铺天盖地引导舆论，为我打造捞女、骗子、渣女等的人设。我简直大开眼界，知道要被拘留和罚款，留下案底后，张家却开始怕了。他跪在我面前，哭着说，我只是不接受弟弟突然离世，做出这样偏激的行为，我会在网上公开对你道歉，请你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原谅我好吗？张家妹妹也红着眼，哥哥前1天还跟我聊天，第2天就，姐姐，
我们也是以为你不爱我哥，才冲动发视频。我握紧拳头，想起上一世，日日夜夜的失眠，家人们的哀叹，跳楼时的痛苦，而他们轻飘飘一两句话，就想都接过犯下的错误。就在我想拒绝谅解时，爸妈劝我说，事情闹这么大，张旭也死了，要是咬着他的家人不放，到时候有理也变成无理了。想到张旭，我长叹一声，慢慢地松开拳头。只要你公开道歉，不会再犯，我就原谅你。他们感激涕零，对我连连道谢。官方当天就发了视频，解释事情原委。被我举报的博主，被罚钱的罚钱，封号的封号。最主要的是，张家多个平台的账号全部被封掉。就在我以为等张家公开道歉后，一切就都尘埃落定时，张家用自己妹妹发布擦边视频的账号又开了直播，我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。官方公告视频一出，之前各大平台的网红博主们快速删掉谩骂我的视频，网友们也说是年度巨大反转。更有网友说，我早就知道张家不对劲，为什么弟弟弥留之际不把钱留给家人，反而留给分手的女友？关系肯定不好呗，人家是正常恋爱，张家搞这么大就是为了要钱，要是分手了，都把花销的钱全部要回来，不就相当于把钱存在一方里而已吗？到时候我看谁还敢恋爱。网上几乎一边倒地说，张家不是真正为了弟弟，一切操作都是为了钱。爸妈松了口气，这下不用躲在外面，可以正常生活了。妹妹也高兴地说，我又可以上学了，我好想我的好朋友们。重生回来这么多天，我也如释重负。我们一家人搬回了家，可这时张家开直播了，他还是化着精致的妆容，哭得梨花带雨地说，家人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这么冲动。今天唐女士还钱了，但我也该对她道歉。我听到弟弟去世的消息，就冲动把他的信息公布在网上，还用不正当的语言引导网友对其网暴。唐珠，我对不起你。他深深的鞠躬，直起身后，却泪中带笑地说，但我不后悔这样做。谢谢大家对我弟弟的关注，谢谢官方，请原谅我的自私，我只想做弟弟勇敢的姐姐。此番发言一出，网友们再次被激起怒气，不怪你，你是个好姐姐。唐建仁还钱，不就证明她的确是个捞女吗？要不然怎么会心虚还钱？官方的春秋笔法想给唐捞女洗白呢？世上还有没有真正的公正？姐姐有什么错？就算她是为了钱，也借此机会为弟弟讨回了公道。到现在捞女都不敢回应，不就是心虚？高高兴兴返回学校的妹妹被老师送回了家，她额头流血，手臂擦伤，嚎啕大哭，学校好可怕，我再也不去学校了。呜呜，我心脏骤然紧缩。老师，我妹妹怎么伤成这样？那老师神情高傲，又带着不屑。她和同学打起来了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净学些坏的。你作为姐姐，应该做好榜样，而不是想着用不道德的方法发家致富。我冷笑，我怎么样？用不着老师多管闲事，但我妹妹打架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我会去学校要求调取监控，给我妹妹一个清白。老师脸色一变，怪不得逼得人死呢，这张嘴真了不得。我晃了晃手机，我已经录音。老师污蔑我害人的言论，导致我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。我会用正规的渠道追究老师的责任。那老师再也说不出话，连忙夺门而出。我紧绷的身体垮了下来，轻轻抱起妹妹，一番安抚和询问后，才知道还是因为我的事情。妹妹在学校遭到霸凌，
把妹妹哄睡觉。我走出房间，看着爸妈忧愁的面容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在他们面前泪流满面。是我连累妹妹被打，是我连累爸妈连门都不能出，是我连累你们遭到欺负和咒骂，都怪我。妈妈心疼地抱住我，不怪你，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，不是网友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妈妈希望你好好的，好吗？爸爸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深吸口气，振作起来。既然张家还是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也不会再忍气吞声。我把张家的直播视频反馈给上次对接的民警，表示他这根本不是在诚心跟我道歉，我会直接提起诉讼，请求他提供那天的监控录像。拿到视频后，我请闺蜜帮我联系律师，我怕自己在网上找不到靠谱的，只能再次请她帮忙了。闺蜜一口应下，这张家属实恶心，你们要不要再来我家住着？反正那个别墅也是空着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心里暖暖的，太感谢你了。不过没有人敢再扔垃圾敲门了，我爸妈装了摄像头，也跟物业投诉了。晚上我注册了一个账号，转发官方的公告，并艾特张家，第一次做出回应。第一，针对张家污蔑、造谣、侵犯我和我家人隐私等行为，本人原已给予谅解机会，可显然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错，我方已提起诉讼。第二，我和张旭是正常恋爱，是非对错将由法律评判。第三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网友针对我的造谣、辱骂和恐吓均已取证。很快，视频下面就迎来一片骂声，张家也在底下回复：我已经跟你道歉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多说一两句话也不算跟你道歉吗？我冷笑，这个女人又想要钱，又想要名。想到妹妹那张带着血迹的小脸，我心又疼又气。网友们见我态度强硬，有理有据，一部分开始回归理智，慢慢的也有人表示对我行为的支持。说实话，恋爱经济纠纷，张家要是觉得不合理，直接把堂猪告了就是，非得把人家网暴，自己也亲自下场犯法。该不该说是法盲，还是觉得自己是道德标杆的卫士？我不知道堂猪是不是好人，但张家确实犯法了，我支持他维护自己的安全和权益，但还是有更多的人揪着我就是个捞女不放。人家要回弟弟的钱怎么了？你捞你有理了，你要是没捞，怎么会愿意还钱？他们根本不会，也不愿听我解释，只会认定自己认为的。社会太浮躁，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舆论场所，我只要做到自己问心无愧，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好。张家又一次找上我，道歉祈求原谅。电话里他哭哭啼啼，我是真心诚意道歉的，我的意思是不后悔拿回弟弟的所得，如果不这样，你怎么会还钱？他似乎忘了，一开始我就愿意还回恋爱期间的所有花销，是他自己狮子大开口，想要勒索更多，才被我拒绝。那你直播道歉3天，赔偿我和家人。话还没说出来，他就尖叫着打断我，你别太过分，因为你，我已经被封了账号，你知道我损失多少钱吗？你还敢跟我要损失费？张旭要是知道你这样欺负他姐姐，他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讥笑，就知道一谈到钱他就会失去理智。那我们法庭上见吧。说完，不顾他的哀求谩骂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紧接着他妹妹的电话就来了，我没接，不是骂我就是卖惨。响了2声停下来后，张爸打电话过来了，我盯了2秒来电，还是接了起来。张爸开口就说，小朱，你张姐因为弟弟的去世是变得偏激了点，但她心地不坏，而且前段时间
他还被诊断出抑郁症，不如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抑郁症、狂躁症我倒是相信，想起自己上辈子也是精神抑郁，那时我躲在漆黑的房子里，一遍又一遍看着网上的谩骂，看着张家对我的造谣，我疯狂大叫，感觉有无数个鬼影缠着自己，恨不得撞墙而死。我勾起嘴角，淡淡的回复，拿出权威的抑郁症诊断书，他确实能逃过法律的制裁，去精神病院里养老。张爸恼羞成怒，咒骂我年纪轻轻就变成一个毒妇。张旭真是瞎了眼，看上你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当初的感情早已被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磨灭掉。我等着法院的开庭，网上也风平浪静了几天，大多数网友们渐渐不再谈论此事。可就在开庭的前一天，张家又开直播了。这次他的直播地点是在一所百货大楼的顶楼上，他坐在顶楼的边缘，对着镜头又哭又笑。我只是想要回弟弟的钱而已，怎么就十恶不赦，要被人逼着进监狱了？是不是要我跟着弟弟一起去死，你们才满意？镜头外，他妹妹哭着喊着，叫他不要做傻事。他摇摇头，身体在高楼上摇摇晃晃。直播间的网友们都被他吓得半死。他又继续哭嚎，求求你堂珠，给我条活路吧，我把你给的钱还给你，我不要了，也不敢讨要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张妹妹好像拉住了他，直播被中断，他再次引导网络舆论，我也再次被人骂上热搜。但他不明白，有时候操控舆论，最终会被舆论反噬。当晚，我被人架在舆论的火架上烤食。百货大楼的一名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个带有声音的监控视频，视频里张家和张妹妹在顶楼的铁门旁，张妹妹神色焦虑，走来走去。姐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明天就开庭了。堂珠手里咱们勒索钱财的证据可是确凿的，你也真是的，咱们把钱拿到手，老老实实道个歉不就好了吗？又不会少块肉。张妹妹忍不住抱怨，张家一巴掌拍到她的后脑勺上，你个蠢货，会不会算？咱们又是请人写文案，又是花钱买流量，就只让堂珠那贱人吐出来这么点，亏都亏死了。张妹妹又问，咱们开直播不是赚了好几百万了吗？你懂什么？要不是他报警，咱们的账号早就能直播带货了，现在全被他搞破坏了，都是因为他，我们损失才这么大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要是坐牢了，再多的钱就便宜咱爸那老头子了。说到张爸，两人都一脸厌恶。张家说，等一下我直播装作被堂珠逼得跳楼，你抓准时机出现，保证网友们都站在我们这边，法外有情懂不懂？到时候就算判了，我们也不会进去多久，说不定还不用进去。说完，张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看到这里，网友们疯了。张家出现在镜头面前，永远都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永远是为弟弟讨回公道的正义女神形象，而现在却是一副尖酸刻薄，眼里只有钱的小人做派。视频里，张家继续叮嘱妹妹，等一下再买水军，抓住他就是花了张旭这么多钱，就是捞女这个点。你姐姐我呢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弟弟讨回个公道，网上那些人才不会管你真相是什么，反正张旭死了，永远是他们心目中的纯爱战神。之前支持他的网友们直接破防了，我为你冲锋陷阵，为你洗白罪名，你却只把我当工具利用，话里话外也没把死去的弟弟当回事儿，就是拿他死亡的事给自己赚钱。经过验证，视频没有作伪，张家姐妹吃着弟弟的人血馒头，
赚足了眼球，赚足了钱，我就说别听风就是雨，隔着一个屏幕，谁知道他是人是鬼？我看着网上的评论，勾起嘴角，打开手机微信，上面还显示着闺蜜发来的消息：张家这女人也是够了，蹦跶到我家的百货大楼，我不信她真的会被逼得跳楼。等着，我让人看看监控。我关了手机，看向沉迷玩积木的妹妹，看碟片的爸妈，眼睛酸涩，感觉自己终于把他们保护下来了。他们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不仅不怪我，还在背后支持我。我庆幸自己有这样可爱的家人和超人般的闺蜜。再次见到张家，是推迟的开庭会上，她戴着手铐坐在被告席上，神情麻木，似乎已经认命。爸妈坐在旁听席，长叹一声。他最终以涉嫌多项罪名进去踩缝纫机。张妹妹情节比较轻，被拘留罚款告终。我把他们的赔偿款一部分给爸妈和妹妹买保险，一部分捐给偏远地区的希望小学里。网友们一片唏嘘，以为张爸是这场舆论战的最终得利者，但很快被人爆出，他和张母欺骗刚成年的张旭去贷款，他们把钱拿走不还，让张旭成为老赖。银行以最终还款人应由实际用款人来偿还的名义起诉张家夫妇，追究他们之前骗去的贷款。我不再关注此事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妹妹也转校，去了一所更好的学校。还有之前那老师，我去学校调监控，发现他看着其他同学霸凌我妹妹，甚至表扬霸凌者干得好。他被学校开除，学校也让霸凌者向妹妹道歉和赔偿医药费。我来接妹妹放学，小丫头蹦蹦跳跳地走出来，姐姐，这里的老师好温柔哦。我也交到一个叫小胖，一个叫小明的朋友，我喜欢这里。我笑着牵住妹妹的小手，听着她的童言童语。夕阳西下，把一大一小的身影拉得越来越长，越来越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